玉秀的心思。玉秀在公社大院里住下了，勤快得很，低三下四得很，都不像玉秀了。玉米看出来了，玉秀到断桥镇来，并不是玉秀聪明，猜准了自己的小九九，不是。这个断了尾巴的狐狸精一定是在王家庄待不下去了，这个是肯定的了。玉秀这个丫头屁股一抬，玉米就知道她要放什么样的屁。玉米望着低三下四的玉秀，想这样也好，那就先不忙把收购站的想法告诉她，再紧一紧她的懒骨头也是好的，再杀一杀她的傲气也是该拍的。不管以前怎么样，说到底，玉米现在对玉秀给予了厚望，他是该好好学着怎样做人了。就凭玉秀过去的浮浪相，玉米真是不放心。现在反而好了，被男人糟蹋了一回，原本是坏事，反而触动这丫头洗心革面，都知道好好改造了。坏事还是变成了好事。玉秀其实是惊魂未定，心里头并没有玉米那样稳当。日子一天天过去了，玉秀的心思却一天天沉重了。出门的时候，玉秀一心光想着离开王家庄，却没有思量一下玉米到底肯不肯留自己。万一玉米不松这个口，真是连落脚的地方都没有了。这么一想，玉秀相当后怕，形势很严峻了。问题是，玉秀要面对的不只是玉米，还有郭嘉兴，郭嘉兴的女儿郭巧巧。这一来，形势就更严峻了。不过玉秀很快就发现了，决定自己命运的并不是玉米，而是郭嘉兴，甚至可能是郭嘉兴的女儿郭巧巧。别看玉米在王家庄的时候人五人六的，到了这个家里，玉米其实什么都不是，屁都不是。这一点可以从饭桌上面看得出来的。吃饭的时候，郭嘉兴总是坐在他的藤椅里头，那是他固定不变的位置，朝南。吃饭之前总要先抽一根烟，阴着脸，好像永远生着谁的气。郭巧巧又不同了，这个高中2年级的女学生在外头疯疯傻傻的，说话的嗓门比粪桶还要粗，一回到家里立即变了，脸拉得有扁的那么长，同样永远生着谁的气，那肯定是冲着玉米去的了。饭碗盛上来了，玉米的左手是郭嘉兴，右手是郭巧巧，玉米总有些怯，生怕弄出什么出格的动静，尤其在伸筷子夹菜的时候，总要悄悄缩眼郭嘉兴，顺带缩眼郭巧巧，看一看他们的脸色。这一点已经被玉秀看在眼里了，逃不出玉秀的眼睛。玉米怕郭嘉兴，不过怕的却又有点蹊跷，七拐八拐的变成怕他的女儿了。玉米总是巴结郭巧巧，就是巴结不上，玉米为此相当的伤神。所以说，玉秀一定要先把郭家妇女伺候好，只要他们能容得下，玉米想赶也赶不走的。对付郭嘉兴，玉秀相信自己有几分心得。男人到了这个岁数，没有一个不吃漂亮女孩子的马屁，没有一个不吃漂亮女孩子的嗲。父亲王连芳就是一个最显著的例子。而应付郭巧巧，玉秀的把握更要大些，只要下得了狠心，作践自己，再配上一脸的下作相，不会有问题的。虽说在郭巧巧的面前作践自己，玉秀多少有些不甘，不过转一想，玉秀对自己说，又有什么不甘的？你本来就是一个下作的烂货。玉秀在郭嘉兴和郭巧巧的面前加倍的勤快，加倍的低三下四了。玉秀的第一个举动就令郭巧巧大为感动，一大早静悄悄地替郭巧巧把马桶给倒了。
这个呆丫头真是邋遢的很，越是邋遢的丫头，越是能吃，越是能喝，越是能拉，越是能尿。马桶几乎都满了，都不知道是哪一天倒过的了，晃一下就溢出来了，弄得玉秀一手。这个举动的功效是立竿见影的，郭巧巧都已经和玉秀说话了，玉秀真是很幸福了。而到了吃饭的时候，玉秀的机灵发生了作用，眼里的余光一直盯着别人的碗，眼见的碗里空了，玉秀总是说我来姐夫，要不就是说巧巧我来。玉秀不只是机灵，每一顿饭还能吃出一点动静。玉秀采取了和玉米截然相反的方法，差不多是一次赌博了。一到吃饭的时候，玉秀便把自己弄得特别的高兴，兴高采烈的不停的说话，问一些又滑稽又愚蠢的问题。比方说，他把脑袋歪到了郭嘉兴的面前，眨巴着眼睛问姐夫，当领导是不是一定要双眼皮儿？问姐夫，公社是公的吗？有没有母的？问姐夫，党究竟在哪儿？在北京还是在南京？诸如此类，顿顿如此。玉秀问蠢话的时候，人却特别的漂亮，亮亮的，有些烂漫，纯得很，又有点说不出的邪。一些是真的不知道，一些却又是故意的了，是玉秀想出来的，可以说挖空心思了，累得很。好在玉秀的父亲做过20年的支书，这才想得起来，这才说得出。玉秀的愚蠢让玉米难堪，好几次想挡住他。出人意料的是，郭家妇女却饶有兴致，听得很开心，脸上都有微笑了。而郭巧巧居然喷过好几次饭，这样的情形真是玉米始料不及的。玉米也偷偷的高兴了。郭嘉兴在一次大笑之后，甚至用筷子指着玉秀，对玉米说：“这个小同志很有意思的嘛。”玉秀住在天井对面的厨房里头，而骨子里，玉秀时刻都在观察郭家妇女。一旦有机会，玉秀会提出留在断桥镇这个问题的。关键是火候，关键是把握，关键是方式，关键是一锤子定音。一旦堵死了，就再也没有打通的余地了。玉秀要掌握好。